农历9月，即2024年10月3日至10月31日，对于生肖兔而言，是一个变化多端的月份。由于亥太岁和星象影响，这个月运势的起伏可能会影响生活的各个层面。特别是有一件关键的事情，生肖兔需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对此，下面会有具体建议，请属兔人千万要掌握。在农历9月的财运方面，生肖兔需要格外小心，尤其是在月初的几天里。9月初1至初5，财运波动较大，特别是在初3和初5，岁星与荧惑星产生了相互作用，可能会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压力。这段时间不适合进行高风险投资，特别是涉及股票、期货等高波动性的金融产品，尽量保持现有的财务状况，不要贸然行动。不过9月初6至初10，财运稍有回升，此时生肖兔可以考虑进行一些小规模的理财调整，例如储蓄或低风险的理财产品，以稳固现有的财务基础。这几天特别是初7和初8，生肖兔有可能会获得一些小额的意外之财，如工作中的奖金、他人的礼金或是小规模的副业收入。虽然这些财运来得较为突然，但需要理性规划，将这些收入合理分配，避免盲目消费。9月中旬，初11至初15，财务状况再度波动，特别是9月13至14这2天。太白星与荧惑星的交错影响会导致财务上的不确定性加剧。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有任何重要的财务决策，务必三思而后行，避免因为一时的判断失误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尤其是在与他人合伙或共同投资时，要仔细审查合同条款和资金流向，防止因为疏忽而陷入财务困境。9月下旬19至25日，财运有所改善，尤其是9月22至24这几天，财运逐渐进入稳定期，适合规划一些长期的投资计划。这段时间是财务决策的黄金时期，生肖兔可以开始考虑长期的储蓄计划，或者购买一些保值增值的理财产品，为未来的经济稳定奠定基础。在事业运势方面，农历9月对生肖兔来说是稳中有进的阶段。9月初1至初5，事业宫内的星象并不十分有利，工作中的阻力较大，尤其是在初3至初4，可能会感到来自上司或同事的压力增加，项目进展缓慢，或是工作中的合作出现问题。建议生肖兔在这段时间保持低调，专注于手头的工作任务，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过度干涉他人的工作进度。9月初6至初10，事业运势开始回升，特别是在初7和初9，太白星进入事业宫，带来了更多的正面能量。此时生肖兔适合推进手头的项目或进行一些新的合作洽谈，工作中的阻力会逐渐减少，团队合作变得更加顺畅。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生肖兔在事业上有望获得新的进展，甚至可能得到上司的赞赏和支持。9月中旬，初11至初15，事业上的挑战再次出现，尤其是在初12至初14，由于荧惑星的影响，工作中的变数增加，项目进展可能再次受到阻碍。此时特别需要保持冷静，避免因外界的压力或工作中的突发状况而导致情绪波动。建议生肖兔在这段时间尽量避免进行重大决策或启动新的项目，而是专注于解决现有的问题，保持现有的工作节奏，将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风险。9月下旬，初19至25，事业运势趋于稳定，特别是在9月21至24这几天，事业宫中的星象更加有利。此时生肖兔在工作中的表现将会更加突出，特别是在创意和领导能力方面，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赢得同事和上司的认可。这段时间适合推进重要的项目，尤其是在创新领域或涉及长期规划的工作中，有望获得较大的进展和突破。
感情方面，农历9月对于生肖兔来说，整体上较为稳定，但仍然需要注意一些情感上的波动。进入9月初，初1至初5，感情运势较为平淡，尤其是在初3和初4，由于荧惑星的影响，夫妻或情侣之间可能会因为生活琐事而产生小的摩擦。此时，生肖兔需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不要因为小事而过度放大情感中的问题，特别是在沟通时，应尽量避免争执，多倾听对方的意见，才能有效化解矛盾。9月初6至初10，感情运势有所好转，特别是在初8和初9，感情宫内的太白星带来了更多的正能量，感情中的摩擦和误会将有望得到解决。这段时间适合与伴侣进行一些轻松的互动，如外出旅行或共度浪漫的时光，能够有效提升感情的稳定性。对于单身的生肖兔来说，这几天也是认识新朋友的好时机，有可能在社交场合中遇到潜在的恋爱对象，但不宜过于急切的推进关系，应当慢慢了解对方，以建立稳固的感情基础。9月中旬，初11至15，感情上的波动再次显现，尤其是在初12和初13，由于荧惑星和太白星的对立作用，感情中的情绪波动较为明显。此时，生肖兔容易因为外界的压力或个人的情绪问题而在感情中表现出不耐烦或情绪化的态度，导致感情中的矛盾加剧。建议在这段时间里保持冷静，多沟通和理解对方的感受，避免因为一时的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进入9月下旬，19至25，感情运势逐渐回稳，特别是在9月22至24这几天，感情中的误会和不满有望得到进一步化解。此时，感情中的温馨时光将再次回到生活中，伴侣之间的默契也会有所提升。如果有之前未解决的感情问题，可以选择在这段时间坦诚相待，双方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互动，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感情。健康方面，农历9月对生肖兔来说，整体上健康状况较为平稳，但仍然需要注意一些小病小痛的侵袭，特别是在初3至初5这几天，由于荧惑星的影响，身体的免疫力有所下降，容易引发感冒、头痛或胃部不适等小问题。建议在这段时间里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多加注意饮食清淡，避免暴饮暴食或熬夜，以确保身体状态的平稳。9月中旬，初11至15，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但仍需特别关注精神上的压力。由于工作中的压力较大，部分生肖兔可能会感到精神上的紧张和焦虑，导致睡眠质量下降或情绪波动较大。建议通过适当的运动、冥想或户外活动来缓解压力，保持身心的平衡。对于那些有慢性病的生肖兔来说，这段时间需要更加关注身体的调理，按时服药，定期检查，确保身体状况的稳定。9月下旬19至25，健康状况趋于稳定，身体上的不适逐渐减轻，但需要特别注意季节性疾病的预防。此时气温开始下降，生肖兔需要特别注意保暖，避免因为气温变化引发感冒或其他季节性疾病。对于那些从事体力劳动或经常外出工作的生肖兔来说，这段时间要特别留意身体的保护，避免因过度劳累而导致身体的过度消耗。人际关系方面，农历9月对生肖兔来说，需要特别小心处理。进入9月初1至初5，荧惑星的干扰使得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增多，特别是在职场或社交场合中，可能会因为一些小误会或意见分歧而与同事或朋友产生不必要的矛盾。此时，建议生肖兔保持低调，不要过度参与他人的纷争，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发表过多的个人意见，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9月初6至初10，人际关系逐渐改善，尤其是在初8和初9，
生肖兔有机会结识一些对自己未来发展有帮助的新朋友或合作伙伴。此时贵人运较为强劲，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团队合作的效率也有所提升。如果能够保持谦虚和理性的态度，生肖兔有望在这一期间通过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得事业上的支持和助力。不过，到了9月中旬，初11至15，人际关系中的挑战再次显现，尤其在初12和初13，由于荧惑星和太白星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出现一些小人挑拨离间，导致生肖兔在人际关系中受到困扰。这段时间需要特别小心，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谣言，也不要卷入他人的纷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才能有效避免人际关系中的不必要麻烦。这次的解析就到这里，祝属兔的朋友们好运和幸福。